暗影精灵9 Slim 轻薄游戏本，这是我唯一一次到货时间早于其他 UP 主的机器，甚至早于平台首发。外包装和暗影精灵9一样，白红配色，侧面是序列号、具体型号和配置。配置为 i9-13900HX 4060显卡 2.5K 240赫兹。从模具上看和暗影9一模一样，外观为纯白色 ，LCD 面3面铝镁合金材质，不易沾染指纹，但是容易脏。logo 是 OM 字母，简约低调，适合更多使用场景，一眼看上去不像是游戏本。AC 面经过6道涂层工艺，7面均匀覆盖整个机身，整体质感更薄更轻，质感不错。B 面的顶部是摄像头，有物理遮板，简单高效还省钱，支持人脸识别。下巴依旧比较大，约为2指半，这是外观上唯一的败笔。C 面金属材质，4分区 RGB 背光键盘，226键无痛设计，键程 1.5 毫米，方向键是大的，没有小键盘，触控板位于机身的左侧，色音一致。顶部是它的辅助散热孔，低壳的进风口做的比较大，采用 AED 工艺，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就是把金属材质做成了塑料的触感，摸起来更舒服。切口和开口都是 CNC 以及激光切割工艺，逼格十足。机身左侧出风口2个雷电丝接口，一个耳麦接口，右侧一个出风口，一个 USB 接口，背面2个出风口，一个电源接口、网线接口、HDMI 和一个 USB 接口。整机 USB 接口只有2个，偏少。单手开合可以，最大支持180度。机身长度 35.5 厘米，上下高度 26.8 厘米。出风口是凸起来的，机身最厚的地方 23.5 毫米，机身最薄的地方大约20毫米，包含脚垫大约28毫米，这个机身厚度还是比较薄的。裸机2240克，除了天选4它是最轻的。电源适配器710克，旅行重量2950克，比最轻的游戏本天选4仅重100克，比暗影精灵9轻220克，比魔霸新锐轻230克，比 Y9000P 轻了790克。电源适配器230瓦2段式设计，像一个充电宝。屏幕漏光是正常现象。傲慢控制中心可以查看 CPU、GPU 内存的参数，键盘的灯效可以自由的调节。性能控制软件有一口、平衡、狂暴3种模式可以选择，风扇的转速可以自动也可以手动拉到最高，还可以手动限制风扇转速。先看独显智联模式和混合模式，混合模式一般就是极限模式，点一下的话它会顿一下，然后就会切换过来，不需要重启。主板 BIOS F.02， 处理器 i9-13900HX， TDP 55瓦，8个性能核，16个能效，4060 8个 G 的显存，颗粒来自海力士。显卡最高功率130瓦，内存16 G 海力士 DDR5 5600的频率，速度非常的好，今年海力士都不错。屏幕是奇美的16寸 2.5K 16:10的比例，16:10看电影上下会有黑边，打游戏游戏画面会被拉伸，但是看表格会突出一行，不知道为何喜欢16:10。240赫兹的刷新率， DC 调光，低蓝光认证，100% sRGB 色域，这色调响应和灰阶。官方宣称400尼特亮度，实测492尼特，已经接近500尼特了，80%亮度约为316尼特，非常的好。惠普这是玩反向虚标呀。硬盘为美光 PCIe 4.0 1TB， 速度还可以。网卡为 WiFi 6E 的 iX211， 蓝牙 5.3。整个测试过程我们放在狂暴模式、独显智联模式下。鲁拉斯2020版跑分188万，仅供参考。单烤 CPU 30分钟，处理器功率90瓦，封装温度90度，核心温度86度，性能核 3.3G， 能效核 2.8G。单双烤一共进行了80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78度，功率41瓦左右，性能核 2.0G， 能效核 1.7G。显卡频率2040-2010，功率115瓦不到。显卡的温度是82度，人声尾噪音大约54分贝左右。电源适配器功率215瓦左右，整机性能释放约为160瓦不到。总体上来说，比暗影精灵9的话还是要保守了一些，并且它的温度并不高，上行空间还是有的。键盘上的温度也还好，除了中间区域稍微热一些，屏下的温度有一些高。深圳贝斯 R23 单核2102，跑了10轮多核，最高25461，最低24999，差值462。因为 Slim 也是90瓦的 CPU 性能释放，对比暗影精灵9 13900HX 单核性能一样，多核性能提升5%，
这 5% 是因为 Slim 单烤时可瞬间上97瓦，随后稳定在90瓦，而209是一直稳定在90瓦，当然也会有体质和环境温度的原因。对比 Y9P 130瓦的 13900HX 单核提升 3%， 多核弱 10%， 比摩巴 7P 105瓦的 7845HX 单核提升 11%， 多核弱 2%， 比摩巴新锐123瓦的 13650HX 单核提升 9%， 多核提升 22%， 比天选4 90瓦的 13900H 单核提升 2%， 多核提升 26%， 比 R9000P 82瓦的 7745HX 单核提升 13%， 多核提升 29%。考虑到整体温度，90瓦的功率算是 13900HX 比较均衡的选择。显卡最高功率为130瓦，而惠普全系列游戏本显卡并没有预设超频。对比暗影精灵9、魔霸新锐、魔霸 7P、天选4、Time Spy 显卡跑分仅低 1%， 几乎没有区别。对比全系默认超频的联想游戏本，跑分上低了 4%。今年4060仅需100瓦打游戏和140瓦的几乎没有区别，能体现出明显区别的恐怕也就只有跑分了。比4050显卡提升 16%， 比3060提升 14%。微软渲染引擎一般用于图片和动画渲染，微软引擎是处理器多核性能，比暗影9提升 2%， 比 Y9P 弱 7%， 比摩巴 7P 的 7845HX 弱 6%， 比暗影 9P 的 13700HX 提升 23%， 比 R9000P 的 7745HX 提升 27%， 比摩巴新锐的 13650HX 提升 28%， 比天选4的 13900H 提升 32%，比 13500H 和 7735H 提升 46%。 CODA 和 RTX 引擎吃显卡性能，与其他不超频的游戏本几乎相当，比超高频的联想系列弱 7% 和 6%， 比3060提升 20% 和 28%， 比4050提升 7% 和 15%。做渲染上 i9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游戏测试方面，出厂默认驱动版本为 15.2878， 最新的是 15.3168。我尝试因为拿官网下载安装，尝试各种版本都无法安装，提示不兼容，有些莫名其妙。以下数据都是在原厂驱动得出的数据，仅供参考。地平线5 2.5K 极端特效，平均帧数73帧 ，1080P 90帧。车型的奥德赛 2.5K 极致特效63帧，更改为1080分辨率81帧，古墓丽影暗影 2.5K 分辨率。光线追踪超级特效，平均帧数60帧 ，1080P 平均帧数90帧。游戏表现几乎和大多数游戏本相当，比暗影精灵9要稍微弱一些，有些2到3帧，有些到3到5帧。CSGO 达到了20帧，这点差距在游戏里几乎是体现不出来的。赛博朋克2077游戏里的帧数约为60帧左右 ，CPU 的温度非常的低，72度，性能核 3.0G， 功率48瓦、47瓦、50瓦 ，GPU 78度，2475的频率100瓦。CPU 这边的功率稍微低了一些，显卡的功率是足够的。切换成1920乘1080分辨率 ，FPS 约为78帧左右 ，CPU 的温度依旧比较的低，75度，性能核 3.7G 47瓦 ，GPU 77度，2475的频率96瓦。永劫无间256乘1600分辨率 ，FPS 无限制 ，GLSS 超级性能，整体特效极高。这么疼！龙王的愤怒！终身毁灭！温度几乎维持在80度以内，非常的好，帧数也在150帧左右。整体的性能释放基本上保持在160瓦左右。
哎呀好 ，Apex 英雄2560×1080分辨率，整体特效高，3种缓轮加开启强化，刚进来就被人给打死了。CPU 的帧数约为160帧左右 ，CPU 温度也不高，76度，这个温度好像基本上就没有超过80度的。功率50瓦、53瓦，绝地求生2560×1080的分辨率，渲染比例100%，特效全部超高。游戏里的帧数约为100帧左右，和其他游戏本几乎一样。温度这边卡死在80度左右，性能和 4.1G、4.3G、45瓦、50瓦之间波动。显卡的温度在83度左右，2415的频率109瓦，整机性能释放约为160瓦不到。其实显卡的这10瓦完全不用给它，给 CPU 更好一点。切换成3级制的特效，游戏里的帧数约为200帧到240帧左右。帧数非常的高 ，CPU 的温度也不高，80度左右。显卡这边82度、80度，2355的频率110瓦左右。整机性能释放约为155瓦，平衡模式下风扇转速自动。绝地求生设置为2560×1600分辨率，100%的渲染比例，3级制特效。相机是1080P 的，比较的清晰。低壳的布局和 i9 非常相似，内部空间几乎也一样，2个风扇，2条贯穿的热管，2个小热管，这里还有一个显存的热管，内存条上下分布。硬盘位这台机器仅有一个 ，i9 是有2个的 ，i9 在这里地方还有一个。无线网卡从这里挪到了这里，南桥也覆盖了散热片，电池变大了，变成了97瓦时。扬声器在左右两侧。暗影精灵9 Slim 的外观颜值、做工、质感都很不错，而且不沾指纹。屏幕亮度接近500尼特，反向虚标 2.5K 分辨率，16:10 240赫兹高刷，该有的都有了。单烤 CPU 90瓦，双烤约为41加115瓦，这15瓦的功率给显卡其实没有任何提升，不如给 CPU。散热模具和暗影9一模一样，性能释放有提升空间，不知道他们俩的主板 BIOS 能不能通用。游戏中50加100瓦的性能释放 ，CPU 几乎不超过80度，机身噪音、键盘温度都不高，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。如果游戏里多给 CPU 10瓦功率，对于一个轻薄游戏本来说，那就几乎完美了。下面说一些不好的，纯白色的机身给了个黑色的大下巴，非常的失败。USB 接口只有2个，偏少。硬盘位只有1个，扩展性受限。显卡驱动不能更新，算是个 bug。9999的价格冲着颜值、做工和轻薄也不算贵。下面是回血时间，原价9999元，会员价9699元。不介意被我使用过，有少许的使用痕迹，愿意帮忙回血的小伙伴，某宝搜索店铺瑞城电脑评测，找到回血链接，拍一下即可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